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加密星球。前几天呢，有人私信问我，比特币还有没有可能以后下跌80%？我是不是该等着抄底？我的回答是，可能不会了，因为现在的加密市场早已经不是散户的投机市场，而是被机构给盯上了。过去的5年当中，从2020年到现在，比特币上涨了10倍以上，以太坊呢更是暴涨超过12倍，听起来已经足够的疯狂了。但真正改写规则的是他们第一次出现在了上市公司财报当中，成为了企业金库的一部分。从那一刻起，市场逻辑变了，散户的碎片资金正在被机构的大单所取代，短期的涨跌循环也正在变成长期的资本配置。而这套新的逻辑叫做币股合一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会拆解3件事情。第一是 MicroStrategy 如何率先入场，引爆比特币的机构化浪潮。接着是 BMN2 和 EtherZilla 他们又是如何接力让以太坊走进企业的金库，以及这一切如何推动新一轮的牛市的爆发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从 MicroStrategy 购买比特币开始。故事呢要从2020年说起。那一年呢，大家肯定都很熟悉 COVID 的年，疫情期间在金融圈呢，全球央行放水，利率接近于0，很多企业账面上躺着几亿的现金，但这笔钱它既不生息，每天呢还在自动的缩水。MicroStrategy 的创始人 Michael Saylor 当时说了一句很猛的话，现金拿在手里就像冰块一样，它只会慢慢的融化，比特币才是未来的硬通货。于是2020年的8月，他们做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，斥资2.5亿美元，一口气买入了21454枚的比特币。这是华尔街第一次把比特币写进财报，一时间金融圈沸腾了。这是疯了还是先知？市场很快给出了答案。比特币当月小幅上涨，但 MicroStrategy 的股价暴涨了16%。这是第一次大家意识到，企业买比特币不仅币价涨，连股价也能跟着起飞，这就是币股合一的雏形。但好景不长，2022年环境突变，美联储呢暴力加息，市场流动性迅速的收紧，紧接着黑天鹅事件接连的爆发 ，Luna、FTX 相继爆雷，市场信心的迅速崩塌，比特币从6.9万跌到了1.6万，跌幅超过了75%。MicroStrategy 的账面开始巨亏，嘲讽声呢也铺天盖地的来了。冰块融化没有错，但你买的是个大火炉，甚至有人断言 MicroStrategy 要破产了。但 Saylor 的选择是继续坚持，他没有卖出1枚的比特币，反而增发股票，发债融资，继续持仓。他的逻辑非常清晰，比特币不是投机品，而是长期的战略储备。到了2025年，他们的持仓已经超过了60万枚的比特币，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比特币的企业金库。事实也证明了他的执念。从2023年到2025，机构开始回流， ETF 上市，华尔街重新入局，比特币的价格重新回到10万美元以上。从2020年到现在，比特币呢涨了10倍以上，而 MicroStrategy 的股价从10几美元涨到了300多，翻了超过20几倍。这段经历让市场彻底的明白了，机构的玩法和散户完全不同。散户亏钱就撤了，但机构能够融资、对冲、增持，撑过低谷，赢得时间。也正是因为 MicroStrategy 的坚持，它成了一个标杆。这个就像多米诺骨牌倒下，特斯拉、Square 甚至矿业公司也开始把比特币写进财报。从这一刻起，比特币完成了它的转型，从散户资产变成了机构资产。如果说比特币的机构化是这场剧本的前奏，那么以太坊的崛起就是接力赛的主场。首先呢，以太坊技术基础已经就位，2020年新标链上线，2022年的9月完成合并 The Merge， 到了2024年的3月完成了Duncan的升级。以太坊不断向 POS 转型，具备了更强的扩展性和低成本。
这些升级让它在机构的眼中更有用处和价值。就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，华尔街分析师汤姆利出场，他在2025年初抛出了自己的重磅观点。2017年比特币迈入机构，2025年以太坊迎来同样的时刻。他不仅调高了 ETH 的目标价，还明确呼吁企业配置以太坊。他高喊说，复制比特币那套币股合一的逻辑，以太坊也能行。这番话成了点燃市场的火种，很快有公司就快速的响应了。上市公司 BMN2 宣布将分批建仓，目标115万枚的以太坊。2025年中，公司通过增发股票融资超过3亿的美元，用于持续的加仓以太坊。结果呢，我们看到以太坊从1500飙升到了4700美元，涨幅超过了300%。几乎同时，另外一家公司也入场了 ，ETHZilla 宣布买入82000枚的以太坊，用实际行动表明全力的转型。两家公司的动作释放了双重的信号，一方面有报告有财报，另外一方面币价股价同步上涨，市场立刻捕捉到了正反馈，企业买币，股价上涨，媒体聚焦更多的效应。这个就像左脚踩右脚的一个攀爬方法，每一步都把以太坊推得更高。这一步，以太坊真正完成了转变，从技术红利资产跃升成为机构金库的资产。它不再只是开发者的 playground 上的玩物。到了这里，我们已经看到比特币和以太坊如何一步一步地走进了企业的金库。但问题是，为什么机构的入场会让牛市走得更猛？答案就是双轮驱动。第一轮，现货买盘传导信心，企业买币本质就是真金白银的需求。比如说2020年 MicroStrategy 宣布发行5.5亿美元可转债买入比特币，当周比特币从 1.9 万美元涨到了 2.3 万。2025年 BMN2 公布计划，首批建仓50万枚 ETH 也在1周之内从3200涨到了3700，涨幅16%。这些机构大单就像信号弹一样，市场看到散户和基金经理纷纷跟进，于是机构买入，信心传导，新资金入场，形成了典型的正反馈循环。第二轮，衍生品杠杆放大行情，现货是点火器，那真正的加速器是衍生品。比如说2025年的4月 CME 的 ETH 的期权交易量创下新高，单月突破120万张。ProShares 的比特币的 ETF 半年吸金超过50亿的美元，一度出现8%的溢价。DeFi 平台 Ivy 和 Compound 上 ETH 抵押借贷年增60%以上。这些数据意味着什么呢？投资者用现货抵押加杠杆，再买更多的现货或期权，结果是每一次小账都会被杠杆链条放大，变成大账。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雪球，机构推动一下，杠杆和衍生品就会让雪球越滚越大。但别忘了，双轮驱动意味着双倍的风险。比如说2022年 Luna 的崩盘引发连锁的爆仓，比特币和 ETH 一天以内暴跌超过40%。现在的市场也并非无懈可击，如果再次出现一个黑天鹅，比如说美元流动性突然收紧，或者是某个大型交易所爆雷，或者说监管机构突然收紧了杠杆，那行情可能瞬间熄火。所以必须提醒大家，机构买入虽然能够推高价格，但也带来了更高的系统性脆弱性。行情不是单边的，每一次狂欢的背后都可能埋伏着下跌的种子。因此2025年的这轮牛市，它的核心逻辑不是更多的人买了，而是机构的现货买单向打桩机建立市场信心，然后是衍生品和杠杆工具向涡轮增压器放大上涨空间。而在背后呢，风险与监管其实一直都在，但目前向好。这就是今天的重点逻辑，双轮驱动的牛市结构。回顾今天的内容，我们看到了一条清晰的脉络。比特币因为 MicroStrategy 的先行，完成了从投机品到储备资产的转变。以太坊从 BMN2 和 ETHZilla 的推动下，走向了企业金库化。而这一切的背后都离不开同一个核心的逻辑，币股合一。
企业呢用真实的财报买入资产，撬动市场的信心，再通过杠杆和衍生品把行情推向更高的台阶。为了让你更直播的看到这波的趋势，我们也整理了一份表格，有哪些公司在持有比特币、ETH、Solana、Morphe 等加密资产，持仓有多大，一目了然。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？我们认为会有3个方向值得关注。第一呢 ，Layer 2与 DeFi 的升级化，企业金库不再只是买了放着，他们会把以太坊投入 Layer 2或者是 DeFi 协议当中去，赚取4%到6%的稳定收益。这意味着机构不只是持有，而是开始真正的参与到生态当中去。第二是科技巨头的入场，特斯拉已经迈出了第一步，接下来苹果、微软这样的巨头会不会也会加入？一旦万亿市值的公司开始配置加密的资产，对整个市场都将是极大的推动力。第三是监管框架的逐渐明朗化，美国和欧洲的政策走向将决定币股合一是否能全面的推广。一旦监管层承认数字资产等于合法储备资产，那接下来呢，会计师、评级机构、投行都将被迫的跟进。最后呢，想把一个问题留给大家，你认为下一个大规模买入比特币或者是以太坊的会是哪家公司？欢迎在评论区里边告诉我们，一起见证这场正在发生的变革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收获，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同时也欢迎加入我们的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，一起参与更深入的讨论。好的，我们下期再见，谢谢，再见。